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是什么？就是印度在2014年这一年打算要在2019年变成一个干净的国家。你要是这么许愿，你是要遭天谴的呀。2014年，印度总理莫老先开启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清洁印度计划。他在圣雄甘地曾经居住过的达利特聚居地象征性的挥舞的扫帚发表演讲，说要在2019年国父诞辰150周年之前，就要让三哥摆脱灰尘和污秽，彻底实现印度无垃圾的目标，以此向甘地致敬。他说三哥能做到，三哥的人民也能做到。如果印度能登上火星，他们肯定也能净化国家。你们还是上火星吧，我感觉你就是对甘地有意见呐。然后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到了2019年，新德里的加济布尔垃圾山已经和伦敦的大笨钟一样高了，其高度已经超过了65米。清洁印度这个事，那就是清洁到头了呀。而且垃圾山仍然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东德里总工程师阿伦库马尔当时估计，这座占地23公顷的垃圾山1年之内就会比阿格拉标志性建筑泰姬陵还要高，达到73米。就这个垃圾山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光看数字可能还不够直观。就在这一年，由于加济布尔垃圾山太过高耸，三哥最高法院警告德里当局，你们必须在垃圾山的顶峰上增加红色示警灯，要不然过往的小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作为一个垃圾山，它都可以威胁航空安全了，所以当地的三哥亲切地称它为新德里的垃圾珠穆朗玛峰，成为联合国官方认证世界上污染最严重首都的恶臭象征。那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这个玩意为什么要堆这么高的呀？它是不是有什么宗教上的寓意啊？三哥他就是单纯的懒。印度的巴内加斯沃斯团队考察了加济布尔垃圾填埋场，说这个地方1984年它就开放了，它的设计使用周期是到2002年，而且到了2002年它就已经达到了满负荷状态，20米就算它的容量上限。但是20多年过去了，它还在运转，每天还有数百辆卡车运垃圾过来，扔下3000吨城市垃圾。三哥呀，你到底明不明白容量上限它是个啥意思呀？到了2019年，已经攒下了1400万吨的遗留垃圾。加济布尔垃圾山并不是唯一一个给附近居民带来困扰的垃圾场，它是德里的3大垃圾山之一。1994年和1996年投入使用的巴拉斯瓦和奥克拉，他们也和加济布尔垃圾山一样，无视容量上限，向天空不断突破，全部堆满了腐烂的垃圾，并向空中排放有毒气体。目前印度全国有3159座这样的垃圾巅峰，在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超载故事，里面堆放了足足8亿吨垃圾。再过2年，差不多就可以超越三哥家的人口。仅仅在城市集中的未处理垃圾这一项上，三哥就可以达到1人1吨垃圾的伟岸成就。三哥一直叫嚣比肩上海的宇宙中心城市孟买，它的迪奥纳尔垃圾山有18层楼高，超过1600万吨垃圾堆积在上面，其中8座垃圾山头占地300英亩，是孟买最大最古老的垃圾山。大海构成了垃圾山的边缘，坚固的垃圾堆上建起了以垃圾为生的贫民窟，和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组成了2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关键你在城市边缘搞这个玩意，它就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生态炸弹呐。印度非营利研究机构科学与环境中心 CSE 检测后称，2019年3月份的数据，加济布尔垃圾山每小时泄漏的甲烷气体就超过2吨，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CSE 首席执行官斯蒂芬·热尔曼说，相当于35万辆埃美利卡汽车的年排放量。大排量啊。他还说，垃圾它不会在那儿躺尸啊，通常不到1年的时间，厌氧环境就会形成，产甲烷细菌就会开始分解废物并产生甲烷，它们还会分解释放出一系列有毒气体，大量的硫化氢和一氧化碳。然而大约20万三哥面临一个无法承担的现实，他们别无选择的生活在加济布尔垃圾山的阴影下，最近的居民点距离垃圾山仅有不到200米，他们无法承担搬迁的费用，只能被困在污染区中。他们每天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用受污染的水洗浴，每天都会面临呼吸困难、皮肤病、脱水、呕吐的症状。加济布尔垃圾填埋场还不时冒出各种浓烟。45岁的迪利普已经在加济布尔垃圾山附近居住了25年多了。他说，烟雾弥漫的时候，即使在家里面也会感觉到呼吸困难。他说，有毒气体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地狱。垃圾山旁边的一家垃圾能源回收工厂加剧了他们的痛苦，因为焚烧垃圾时释放的烟雾也是有毒的。甲烷具有自燃特性，在60到70摄氏度的温度下即可燃烧，会在垃圾山引发火灾。如
如果有风，火势就会蔓延，就会把房子给烧了。更恐怖的是，加济布尔周边村庄的道路上全部流淌着黑色的液体，看起来是道路被污水覆盖了，但实际上全部是来自垃圾山的废水。它有个专有名词叫渗滤液，本质上就是垃圾山垃圾分解后形成的液体，雨水会过滤这些垃圾，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有毒的渗滤液，不但污染了村庄，他们还从垃圾场渗入当地的一条运河亚穆纳河，并对 2.5 公里外的桑贾伊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地医生库木德库普塔说，他每天要接诊大约70人，其中包括大量婴儿，他们大多患有因空气污染而产生的呼吸道和胃部疾病。2013年到2017年间进行的一项政府调查显示，德里超过170万居民因为垃圾山受到感染，但是住在这里的三哥没有多少机会，他们干脆把垃圾山当成工作地点，回收垃圾，赚取日常收入。如果去垃圾填埋场，在好日子里可能会找到价值500卢比的垃圾。谢赫阿布贾侯赛因一直住在加济布尔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他在加济布尔的穆尔加曼迪鸡肉和鸡蛋批发市场工作，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发现自己不得不前往垃圾山。他说，我们是穷人，想要赚外快，这个垃圾山是唯一的选择。每天早上5点他就会赶到垃圾山，等着垃圾车来倾倒垃圾，从塑料、钢铁到铜，什么都要。23岁的三哥妹子萨尔玛，她童年时就在垃圾山工作，现在是德里绿色古尔梅赫的成员。这个组织专门为加济布尔的女性拾荒者提供她的谋生机会。她说，我记得我哭着求爸爸妈妈不要把我送到垃圾山，那里污染严重，我经常生病，但是我还是去了，直到结婚生子后我才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几万名三哥平民依靠着这座堆积如山的废物维持了自己微薄的生计，和他们为伍的就是那些个头比人还要高的食腐动物秃鹳，他们在垃圾山中找到了丰富的食物来源，成为这座废物堆积之地的常客。仅在加济布尔垃圾山就有超过3000只高达 1.4 米身形巨大的食腐怪物，毒气弥漫，三个佝偻的身影，恐怖的食腐生物让这里更像地狱。2016年加济布尔垃圾山火灾之后，他们进入垃圾山变得更加困难，市政当局加强了安保，防止拾荒者进入垃圾山点火，火焰会融化比较轻的垃圾，从而可以带出卖价比较高的金属。设法潜入的拾荒者经常遭到暴打、拘留并被遣返，贿赂警卫则需要50卢比，比地狱还要残暴。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德里副首席部长马尼什西索迪亚说，这些垃圾山不是印度人民的垃圾山，它是印度人民党的垃圾山，都是他们的懒政造成的。如果让印度平民党来治理德里，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连我都感觉你吹了个大的呀。2022年12月，印度平民党击败印度人民党，赢得德里市政选举，结束了人民党长达15年的控制。然后风水轮流转，谁曾放过谁呀？人民党开始痛批平民党对加济布尔等3个垃圾山治理不力。德里人民党主席维伦德拉发奇德瓦说，平民党在搞个屁呀，照平民党这个速度，本世纪末也治理不完。三哥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呀。2017年，加济布尔这个垃圾山因为量变居然产生了质变，体量到达一定程度后，它就具备了某些大自然山体的威力。9月连日大雨过后，加济布尔垃圾山因为过度饱和而发生滑坡，从当时50米高的山顶倾泻而下，直接淹没了周边的村庄。垃圾版本的泥石流啊，你见过呀？这个事情太夸张了，特别符合西方文明对那种末日死亡科幻的想象，直接导致加济布尔垃圾山迅速的享誉全球，登上了 BBC 和 CNN 的头版头条。因为这个事件实在太丢人了，时任德里副州长阿尼尔巴加尔一怒之下，当即在周六禁止往加济布尔垃圾山继续倾倒垃圾，但是往哪里倒他没有说呀，所以这个禁令只维持了2天。因为当局实在找不到替代方案，倾倒垃圾反而变本加厉，垃圾山仍然是德里大部分垃圾的倾倒地。根据交给印度水利部和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的报告，加济布尔、德里巴尔斯瓦和奥克拉3个垃圾山的垃圾倾倒量在2018年内增长了 15%， 加济布尔垃圾山3个月内暴增3米。2019年3个的国家绿色法庭就怒了呀，强制命令德里政府和市政机构向一个托管账户存入25亿卢比，用于清除和生物修复加济布尔垃圾山的遗留废物，
并警告说，如果不遵守该指令，任何官员都不准发工资了。按照时间表，德里市政公司 MCD 必须在2024年12月之前清理完加济布尔垃圾山，要彻底消掉那个山头。这个就是国家绿色法庭和中央政府的 deadline， 完全是个颅内高潮啊！三哥就特别喜欢给自己定一些根本不符合逻辑的目标。4年多了，起重机一直在这座几乎和太极岭一样高的垃圾山上来回移动、挖掘、拖拽、拆除，但时间已经不多了。三哥的政府已经快要弄死你们了，连旁观的三哥居民都觉得完全不可能。在加济布尔垃圾山附近的阿尼尔库马尔说，我看他们忙忙叨叨干了4年了，但垃圾山的高度根本没有降低，机器上下翻飞，看不到任何的成效，所以现代政府说的任何屁话我都不相信，除非你把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他为什么清理不完呢？这是个小学数学应用题啊！德里这个神奇的城市，每天新鲜垃圾的产量约为15000吨，而德里城市发展部 MCD 有4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垃圾处理能力仅为8500吨。问每天载满新鲜混合垃圾的卡车应该往德里的垃圾山转运多少吨垃圾啊？然后你的垃圾山修复的处理能力仅为每天1000吨。问垃圾山的垃圾是多了还是少了呀？三个的国家绿色法庭和中央政府，你们掰掰手指头拴一下呀！国家绿色法庭说那个我不管呐，白德莱隐最神圣呐。然后到了10月份，垃圾山没有消失，国家绿色法庭对州政府处以超过1亿美元的罚款，理由就是你没有处理完呐。好了，问题解决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高耸的加济布尔垃圾山还在那里，搞不好有一天它真的可以突破8848米啊！总有一天印度将会被垃圾埋没。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三哥家独立废物和循环经济学家萨姆伊说的。他说印度90%的城市将垃圾倾倒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垃圾填埋场，按照这个速度，到2047年印度每年将产生2.5亿到2.6亿吨垃圾。如果长期不进行分类和科学的垃圾处理，垃圾产生的速度将不可控制。到2047年，印度将需要与孟买和班加罗尔这样城市级别规模的地方才能够当垃圾填埋场。2047年，就是它发达的那一年呐。问你一个问题，在三哥家有一天你要是特别有钱了，不多啊，也就是1160亿美元吧，你要给你的小儿子办一场婚礼，这个钱你打算怎么花？他的投入产出比才能够最高？答案是就在世界上最穷的一群人面前办世界上最贵的婚礼。地狱里面开 party， 坟头蹦迪，贴脸开大，效果翻倍，1块钱也能干出5块钱的魔鬼特效。何况这场婚礼他打算花的是43个亿的人民币。对，你没有看错，43个亿，物理意义上的毫无人性。2024年的7月，纽约时报报道，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为了给小儿子安南特在孟买办婚礼，安巴尼家族为整个婚礼花费的支出达到了恐怖的5000亿印度卢币，约合人民币43.5亿元。一张婚礼的请柬它就价值5.08万人民币，伴手礼是175万元的手表，整个婚礼用掉了2000万朵鲜花，4200万砸向艾美丽卡巨星蕾哈娜和贾斯汀韦伯，仅仅是支付1个小时的跑腿费。山东天后一激动，大着肚子怒唱了19首金曲，真的是给的太多了呀！为了搬运嘉宾，婚礼在全球预定了100架私人飞机。因为婚礼当天孟买降雨陈设预警，安巴尼家族直接把整个孟买中央商务区变成了家族婚礼的停车场。印度中央政府配合实施了特别的交通管制，规模之大堪比董王访问。而和婚礼现场，孟买旧世界会议中心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是三哥家的人间地狱达拉维。如果人世间有地狱的话，那一定就是这里啊。1.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层层叠叠的堆积了100万的人口，这里的每一道裂缝都能渗出来几个三哥。平均1亩地上生活着380个人，到了晚上，这里的三哥还要和10几个人在4平方米的地板上。这里就是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这里每1440名居民共用1个厕所，超过15个家庭共用1个公共水龙头，没有公立医院。每天孟买产生的6500吨垃圾被源源不断的送到了这个1.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马西姆河是当地的一条主要河流，被当地的居民广泛用于排尿和排便，河当作淡水来源之一。对，你没有看错啊，没有办法，他们这里的水龙头实在是太少了呀。城市中的露天下水道也被排入了马西姆河，导致水污染物、化粪池和恶臭激增。这条河上还有一个
居民区域，三哥们一边排便一边洗衣服，本地医生每天必须处理4000多例伤寒病例，导致这个地方的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0岁，活得短，钱赚的也少。按照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达拉维的人均收入每个月不到500块，也就是说，安巴尼家族一把婚礼够给达拉维100万三哥发足足1年的工资，1比100万呐，连印度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在孟买一堆生不如死的贫民窟附近，这个婚礼这么个花钱不要命的搞法，那可以说对贫困阶层乃至人类是相当的淡漠了。穆克什安巴尼就说呀，你说的对呀，婚礼这么花钱那是不对的呀，我得收回来呀。于是安巴尼的家族企业旧电信悍然宣布涨价，一次性收了一把全印度三哥的份子钱，让贫困三哥的生活那是雪上加霜。而让每一个达拉维的居民更加糟心的是，每天早上抬起头来都能看到这次毫无人性的婚礼的第二现场，安巴尼家族的神殿，46亿美元的豪宅安地利亚，这座公认世界上最贵的住宅就明晃晃地处在了贫民窟达拉维的旁边，建筑共27层，总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配备了3个直升机停车坪、4个空中花园，可以停放168辆车的停车场和50座迷你影院等设施。里面住着安巴尼一家5口及600个三哥的佣人。安地尼亚最早是一间贫民窟的印度教社区孤儿院，年代那是相当的久远。安巴尼在2002年以慈善机构的名义将它买了下来，省了一大笔的地皮费，盖成了世界上最贵的豪宅。安巴尼一家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在这栋每月维护费用超过100万美元的豪宅的顶层向下凝视那群380个人挤在1亩地上的达拉维的三哥，那可以说是相当的讽刺了呀。那有的小伙伴就要说了呀，这个已经不是贫富差距能解释的了吧，这完全就是人跟畜生的差别了吧。三哥的政府他不控制的嘛。说实话，印度不平等现象的急速加剧还就是在印度人民党也就是莫老先政府2014年执政以来的事情。2014年莫老先的人民党能击败国大党，最重要的就是莫老先这个低种姓出身没有后代，和国大党高种姓家族政治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超级政治 IP。 莫老先自己也天天把贫穷三哥的天选代言人挂在了嘴边上。结果2024年4月30日，巴黎经济学院研究中心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了一份重量级报告，名为1922年到2023年印度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副标题是亿万富翁统治崛起。这份报告非常的杀人诛心，分析的数据从1922年开始调取的，这一年代英帝国刚刚在印度征收所得税，结论是2022年到2023年，三哥最富有的1%的人口对印度国民总收入的占比，比印度被代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最高占比还要高出来了2个百分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呀？那就是印度现代资产阶级为首的亿万富翁的统治，比完全没有把印度人民当成人残暴统治，没事就狂收农业税，导致印度人口几千万饿死的毫无人性的代英帝国，它压榨的还要狠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个才是真正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但是最恐怖的事情是，达拉维贫民窟的三哥们对这场变态的婚礼报以了最印度教式的理解。来自达拉维的64岁的居民马尼莫汉帕尔玛对印度时报说，安巴尼先生这场婚礼堪称完美，我们在达拉维看得好开心呐。